过去的娱乐圈节奏飞快，一个演员能否保持热度，往往取决于作品是否持续输出。然而，在这样高强度的竞争环境中，赵露思却突然消失了整整400多天。曾经的她是甜宠剧的代表，是流量与话题的保证，是各大平台争抢的爆款女主。但如今，她却长时间没有新作品上线，也未参与任何影视项目拍摄。这一反常现象迅速引发了外界的猜测，有人以为她在精挑细选剧本，有人认为她在调整状态，但随着时间拉长，这种等待似乎变得不再简单。观众的耐心正在被消耗，而行业的记忆却异常短暂。赵露思曾公开表示，自己暂时不进组是为了等待更高质量的剧本。这一说法在初期获得了不少理解，甚至被认为是演员成长的表现，从数量转向质量。但娱乐圈内部的消息却透露出另一种可能，他并非主动选择停下，而是被多个剧组婉拒。原因并不单一，其中最关键的标签是高风险演员。在资本主导的影视行业中，稳定性比演技更重要。一个演员一旦被贴上不可控的标签，无论其过往成绩多么辉煌，都会成为投资方谨慎对待的对象。这一切的转折点发生在他与某部作品剧组的冲突中。因与制作团队及原经纪公司发生矛盾，赵露思不仅拒绝继续拍摄，还多次公开表达不满。她的发言中带有明显情绪，甚至出现讽刺意味，直接将矛头指向剧组与投资方。这种正面开火的行为，在粉丝看来或许是真性情，但在行业内部却被视为极其危险的信号。影视制作是一个高度协作的体系，一部剧的停滞牵动的是上百人的生计。赵露思的决定使得整个项目陷入停摆，也让她在业内的口碑出现裂痕。在这场风波中，最受影响的并非明星本身，而是那些默默工作的幕后人员。灯光师、化妆师、场务、后期团队，他们的收入往往依赖项目的正常推进。当剧组停摆，资金链断裂，这些人首先面临的就是工资拖欠甚至失业。相比之下，明星拥有更强的经济基础和抗风险能力，而普通工作人员却难以承受这样的冲击。因此，一些剧组成员公开表达不满，认为高收入演员在做出决定时忽视了整个团队的利益。这种声音也进一步影响了公众对赵露思的看法。除了事业上的风波，赵露思在2024年底还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健康问题。据传，她因压力过大，出现轻度中风及抑郁症状，被紧急送医治疗。这一事件让不少人开始重新审视她的状态。长期高强度工作、舆论压力、行业竞争，再加上突发的纠纷，很可能已经让她身心俱疲。从某种角度来看，她的消失或许不仅是事业上的停顿，更是一种被迫的自我保护。在聚光灯背后，明星同样是普通人，也会崩溃，也需要时间修复。娱乐圈从不缺新人，更不缺竞争。就在赵露思停滞的这段时间里，与她同一代的女演员却在快速成长。她们不断接拍新剧，拓宽戏路，提升演技，同时保持稳定的曝光度。观众的注意力逐渐被转移，市场资源也在悄然重新分配。当一个演员长时间没有作品支撑，即使曾经再红，也会被新的面孔取代。这不是残酷，而是行业的常态。当赵露思逐渐减少影视作品的曝光后，她在公众视野中的存在方式开始发生明显变化，从角色驱动型演员转向人格驱动型内容输出者。直播、短视频、品牌合作，这些本质上更依赖个人魅力与即时互动的形式，正在成为她维持热度的重要渠道。表面来看，这是一种顺应时代的选择。在当下的娱乐生态中，明星早已不再局限于影视作品本身，而是通过多平台、多维度构建个人 IP。直播不仅能拉近与粉丝的距离，还能直接转化为商业价值，是一条高效且现实的变现路径。然而，这种转型的代价也同样明显。首先，演员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角色塑造，而不是自我呈现。当一个演员频繁以真实自我出现在公众面前，观众对其角色的代入感会逐渐减弱。
换句话说，当观众已经习惯了他在直播中的语气、表情与性格，再去看他饰演不同人物时，很容易产生出戏的感觉。其次，直播环境的即时性与不可控性，使得情绪表达更加直接，也更容易被放大。在没有团队严格把控的情况下，一句无心之言就可能被截取、解读，甚至引发新一轮舆论风波。对于本就处于争议中的赵露思来说，这无疑是在放大风险。更深层的问题在于，当市场开始将它归类为带货型艺人时，影视资源的回流将变得更加困难。资本在选择演员时，会优先考虑稳定输出、加低争议的人选，而非一个频繁出现在直播间、话题不断的艺人。因此，这种看似灵活的转型，实际上是一场高风险的平衡游戏，一边是短期的流量与收益，另一边是长期的职业定位与行业信任。一旦失衡，可能就不仅仅是转型，而是彻底告别演员赛道。站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，赵露思所面对的并不是简单的付出或不付出的问题，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命题，她是否还能重新被行业接纳，以及她愿不愿意为此付出代价。如果选择回归影视圈，她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信任重建。这不仅仅是对观众的，更是对整个行业体系的。导演、制片人、投资方，他们关心的不只是演技，而是合作过程中的稳定性与可控性。一次中断拍摄的经历，足以让很多项目在前期就将它排除在外。要打破这种局面，他可能需要从配角、小成本项目甚至网络剧重新开始，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职业态度已经发生改变。这是一个漫长且需要耐心的过程，也意味着他必须接受从高位回落的现实。但如果他选择另一条路径，彻底转向内容创作与商业变现，那么他同样需要面对新的竞争规则。直播行业看似门槛低，实则竞争极其激烈，观众的注意力极其分散，一旦缺乏持续的新鲜感与差异化，很快就会被替代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条路径对个人品牌的要求更高，它不再只是被角色保护的演员，而是需要直接面对公众评价的个体。任何优点与缺点都会被无限放大，没有剧本可以掩饰，也没有角色可以缓冲。因此，赵露思真正的关键不在于选哪条路，而在于如何走这条路。她是否能够控制情绪表达，重塑公众形象，建立长期稳定的输出节奏，这些都将决定她未来的高度。或许她仍然拥有翻盘的机会，但这个机会不再来自流量红利，而来自他对自身的重新认知与彻底调整。娱乐圈从不缺机会，但只留给那些准备好的人。娱乐圈从来没有真正的消失，只有不断被替代与重新崛起。赵露思的400天空白，不只是一个演员的停顿，更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行业的残酷与复杂。他的故事也提醒我们，流量可以一夜爆发，但信任却需要长期积累，情绪可以瞬间释放，但后果往往持续很久。未来他是否能重回巅峰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这段经历将成为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刻。感谢观看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内容解析，欢迎点赞、分享并订阅我的频道。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你认为赵露思还能重回巅峰吗？她的选择是对还是错？我们下期再见。